易经它有两面性，一个是在变动当中，它教你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同时它也教你在不变的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要变的啊，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两面性。好，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应该特别学易经？它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变动的环境，这个是不是穿凿附会？这个就是验证。为什么有人解得好，有人解得不好？好，那你如果想要最流氓的回答方法，就是那你解不好，就是因为你易经没学好，所以你解不好啊。其实这样回答有回答跟没回答是一样的哈。老师，我今天从同学之中呢，收集了一些简单的小问题来请教一下。那首先第一题，我就是想要请问一下，易经不是很古老的东西吗？为什么反而这个时代更需要学易经？易经是一本，它很奇妙，它是一本讲变动的书变化变动。那在变动的这个环境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你必须把握，你才能够很好的度过这个变动。相反的，它也在反面教我们，在长期的不变当中，其实你也需要有一些变动，否则这个长期的不变会累积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易经它有两面性，一个是在变动当中，它教你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同时它也教你在不变的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要变的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两面性。好，那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我们应该特别学易经？它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变动的环境。我举例就比如说30几年前，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它其实趋势很明确所以一般人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其实就是他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轨迹他就有一个很明确，所以他不需要去担心什么太多变动的问题。如果他是生活已经很稳定，那个方向很清楚，一步一步该怎么走，他都很清楚，其实他可以不必学易经。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好像那种无法控制的因素越来越多，会造成变化的这些情况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现在就是很需要在学习一种能力，就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变的东西，然后以这个不变的东西来稳定我们的内心，然后稳定我们的意志，甚至能够让我们在行动上持续不断的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这个易经，它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的地方。那反过来说，30几年前、40年前，是不是就不用学易经呢？不是，因为他要学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要学的是说，虽然我的环境很稳定，虽然我很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虽然我很清楚明年大概会怎样，后年大概会怎样，但是在长期不变的道路上，你需要有一些，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会变化。什么东西会变化？就是外在环境会变化。虽然你现在做的很顺，可是你也要提防，比如说3年、5年之后会有一个变动，那个变动你怎么去因应？这个就是在不变的当中，你要看到有东西会变。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变动当中，我们要找到不变的东西，来让内心稳定下来，让我们的行动能够持续在一个方向上做累积。这个是易经可以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很多看了我们视频的朋友有来问，就是说他们想要更完整的学习64卦，有没有什么管道？其实我们有，其实我们在台北、在高雄，我们都有开课实体的易经班的课。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到我们乐意讲堂的脸书我们有新的课程，我们会上面会做公告。那很多因为在海外的朋友他也很想学，他人又不在台湾，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 Udemy 这边推出的这个课程大概在2年多前，那个时候疫情还没完全结束，我们开过一次易经课。那一次易经课上了12个礼拜，我们讲了8个卦就是从第1卦到第8卦，乾坤屯蒙虚讼师比总共讲了这8个卦。
那我们就花了很多人力去做后制，所以它也有英文字幕，也有中文字幕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对大家刚刚进入易经这个好像很奥秘、很深、很难懂的学问，我觉得这8个卦这12堂课会给你很大的帮助。那你会觉得，那为什么不64卦全讲？就是我没有办法录64个卦它虽然是一个入门课而已，它虽然只讲8个卦，但是不用担心我有写一本书你大概读过这8个卦，看过这个8个卦我是怎么跟大家解释的，你就知道其他的卦你可以怎么去理解你就可以参考我们这本书，就我写的这个易经白话讲座，然后以这个课程以 Udemy 这个课程当做你的入门它就可以帮助你好好把这本书把它读完，你对整个易经就会有个很好的理解。这本书是由如果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书呢在台湾各大书店连锁书店都买得到。如果呢你不是在台湾，你可能在香港，你可能在海外，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有一些网络书店，比如说博客来你可以透过网络书店购买他们这个全球都可以贩售，都可以订购。易经是不是一诞生就是这么玄妙？这个我不敢讲，但是至少到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跟易经刚诞生的时候，已经大概相隔了600年，甚至700年，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一代人一代人把他们的看事情的智慧，把他们的感受，把他们的能量赋予到这本书。那战国之后，这个易经不是我们都知道，在秦始皇的时候有焚书坑儒嘛，就烧了很多古书。我跟大家说，没有烧易经，所以易经很多资料都有继续在延续到汉代，所以就是这个经是没有断过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断过。你说那个就是什么诗书都被烧过就它被烧过以后，你要再接起来，中间就有一些东西是断掉的。可是易经没有，还没有断掉，所以我感觉它那个能量跟大家持续对它的关注是一代一代一直延续，一直传下去，一直传下去。所以易经这个东西，我感觉是越到现代对大家帮助越大。所以它就是它那个大家觉得它很神妙，是因为我们觉得受到它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觉得它很神妙。那我要讲说，这个帮助是随着时间，它其实是不断的在扩大。就我如果讲起来说，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卜易经会觉得，好像蛮准的。可是现代人卜易经，也许他会对他行动上会产生的指引，在他智慧上会产生的一种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其实他那个对现代人帮助可能会比对古代人帮助更大一些。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随时代演进不同的解说方法不是一种穿凿附会？这个是不是穿凿附会？这个就是验证，就是要验证。就是比如说我们有100个人卜卦的经验，这100个人卜卦经验当中，如果你是穿凿附会，你也许50个人觉得准，50个人觉得不准。但是如果你在这100个人当中，你就是大家来解卦，解完卦以后，比如说有85个人觉得准可能只有另外15个人也不是说不准，他也是说是于准跟不准之间。那这种情况，他就你说这样是不是叫穿凿附会？那可至少不能说它全部是穿凿附会至少可以这么说那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你讲的那东西到底，比如说你对未来的它的变化，你有一些预言式的提前把它说出来，这种情况会不会等3个月之后，这个事情根本没发生？你讲的那个情况根本没发生，会不会这样子？就以我卜卦的经验来说，除非那个卦它没有很明确的表达出未来的那个情况，如果这个卦很明确的表达出未来的某一种趋势、某一种变化会呈现出来，只要它是在卦象上是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话，一般大概80%这个事情都会发生，80%这个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个人是不会觉得它是穿凿附会但是当然我们
就是对这种神秘学的东西，我们不要把话讲得太满。就是我比较习惯讲说，至少它不是全部在传召附会啊。那我想再换一个角度来，就是说这个易经的预言能力啊，这个刚学易经的人是对他的预言能力是很好奇，而且可能是他学易经的动力。这主要的动力，他就是想，这个太奇妙了，好像可以预知未来啊，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不会发生啊。不能说是穿凿附会，但是总有谁解的比较好，然后时代与时俱进的这个变化，他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易经这本书？这个我想从两个点来说，一个是说，其实最核心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解得好，有人解得不好？好，那你如果想要最流氓的回答方法，就是那你解不好，就是因为你易经没学好，所以你解不好啊。其实这样回答有回答跟没回答是一样的哈。我就顺着这个来讲，我等一下要讲那2点哈，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解得好，有人解得不好？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我们对卦的理解啊，其实是跟着大环境改变，跟这个是有关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颐卦，慈禧太后盖颐和园那个颐，或是我们有个成语叫做颐养天年那个颐啊，颐养天年这个颐，这个颐在传统易经上啊，传统都是把它解释成养，养就是抚养，所以颐养天年，颐就是养啊，就是颐养啊，那就为什么颐和园？颐和园就是养和园，就是把这个一团和气，这种在和谐当中又寓意着生机的这一团和气，把它给养出来，这个叫颐和园啊。这个颐在传统上都用养来做解释，可是呢，就是我学易经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我一直讲，就是学易经是一定要学卜卦，因为卜卦可以帮助你学易经。可是呢，卜卦不是学易经的最后目的哈，但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哈。那我那时候在学卜卦，在累积案例，然后增加自己对易经的了解的时候，我发觉我累积了10几个案例，这10几个案例我用养去解释我卜卦的结果，跟事实根本就合不在一起，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代的人去找一个古人，一个很古代的一个易经大师，然后你去请他卜，你要找他卜卦，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穿越时空，你找一个宋代的易经大师，你去请他帮你卜卦，结果卜到这个一卦，我跟你讲，他讲你一定觉得你在讲什么，跟我现在的现状完全不符合，因为我觉得时代变了，所以有一些情况，甚至有一些基本概念，对现代人来说，他理解方式跟古人理解方式已经不一样，所以我才用古人的用养这个角度去理解跟他所面对的问题，那连不在一起，所以怎么讲都错。到后来我就在讲，那好，那我就暂时先不管卦，我就这10件事情它共同的焦点是什么？共同的交集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跟这10件事情都有关的？后来我找到欲望。通常跟欲望有关的事情，你会卜到这个颐卦，所以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养就是我们去吃东西，然后吸收营养，然后让自己这个不足的地方把它补充起来。我发觉对现代人来说不是，现代人来说它不是食物的问题，因为食物对现代人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营养对现代人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欲望对现代人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扩大解释，变成欲望。颐是欲望，颐是有一种想要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却得不到满足，这个就进入到这个情境，才符合现代人最常遇到的这个问题。用这个角度就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累积足够的案例，或者你对古代的说法怎么样把它慢慢的跟现代的环境找到一条逻辑的脉络，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这我怎么讲都不准，你就一直按照的古人的讲法，你
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这个坎你就跨不过去。好，那这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古人的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对现代人所遇到的问题，我们认识的还不够深。所以你如果对现代人的问题认识的够深，你累积的案例也够多，那你跟古人比较，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脉络过来。你就是说，古人那个对食物、对营养、对要吸收的东西，其实那也是一种欲望，只是这种欲望跟我们现代人欲望不太一样，因为时代不一样，大家对欲望的强度也不是，也可以说是不一样哈。就古代的人要拥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复杂的欲望，恐怕都是在社会上恐怕是非常高阶的人才会有。可是我们现代人每一个人都拥有像古代那种王公贵族才有的那种欲望，就我们现在的欲望太复杂了，所以我就说这个转换，你如果转得过来，这个移卦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它的重要性就跑出来了。好，那你如果一直拘泥在古人的那个用这个阳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你就转不过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好像都是在穿凿附会，这个就是这样产生穿凿附会。那我就说这里有我刚刚说2个关键，一个关键需要累积案例，第二个关键是要对我们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你要有比较深入的认识。那我觉得这2个地方是会影响到我们解卦准或不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2个因素。再来就是常在课堂上听老师说，学易经不是要拿来趋吉避凶，是要好好的面对。可是我们卜卦不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吗？那不然卜卦要做什么？其实我一向不主张学易经用趋吉避凶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吉跟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是易经是一个讲变化。讲变化，吉也是在变化当中，凶也是在变化当中，而且吉跟凶在变化当中可能会交替出现，所以有时候吉的背后是凶，凶的背后是吉，所以你如果趋吉避凶，你趋向这个吉，结果你连后面的凶你也一起，你拥抱吉后面的凶，你这个避开凶，你可能也避开了后面的吉。所以趋吉避凶的结果很可能变成趋凶避吉，因为你以为吉就是吉，凶是凶，其实吉跟凶变来变去，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变来变去，那还是有吉凶，那我们要怎么办？那我有一个体会了这个不是，就是说这是我对读过易经以后我对吉凶的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我觉得那个吉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客观环境决定。比如说你今天公司有一个烂案子，每个人都不做，那因为你之前或是因为你没有背景，最后这个烂案子跑到你头上来，你想推都推不掉，你就会自己觉得很倒霉。任何人在这种情况都会觉得你遇到的是凶，是吧？任何人我觉得大家都不做，然后丢给我这个烂案子，最难做。好，那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别人为什么可以推给你，然后你推不掉？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一个，别人可能比你资深；第二个，别人已经在别的案子上他对公司有贡献了，而你可能对公司也没有贡献，而你可能资历也没有那么深，所以你推不掉，那人家推得掉。那你换一个角度来想，既然这是一个烂案子，所有人都知道它是烂案子，那请问你一定要做到100分吗？如果大家都说它是好案子，大家都争着做，我跟你讲，你没有做到100分是不行的。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烂案子，所有人都把它踢得远远的，我跟你讲，你不用做到100分，你做到70分，大家就觉得你很厉害了。你对一个资历又浅，你也没有代表性的案子，你也没有帮公司赚很多钱的情况底下，你把一个大家都不做的案子做到70分，做到大家觉得你不错做到大家说我们都不愿意做案子，你居然把它承担下来，而做出来的成绩我们也觉得还不错。
你是不是在公司就有不一样的地位？这等于是你的功劳啊，这等于是你的功劳啊！我跟你讲，好案子轮不到资历浅的人，好案子也轮不到你们过去没有贡献的人，只有烂案子会找你。可是你如果一开始就说这烂案子这凶我不要，我避掉，你可能去托关系把它推掉。好，你托关系，第一个你欠人家一分情，第二个推掉以后，其实这个不好的案子的背后可能是个急，你连那个急也避掉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是急，什么是凶啊？从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可以决定70%。如果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对的，是逃避的，是想要敷衍的，我跟你讲，急也变成凶。如果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你觉得是我来想个办法，怎么样把它做到，至少过得去吧，不敢说有好成绩，起码过得去，也算是对公司的贡献，也算是帮这个所有这些这个资深的前辈帮大家处理掉一个这个棘手的问题。你如果是正面的去面对它，然后甚至在面对这个问题过程当中，你一个一个去请教这些资深的前辈，然后让资深的前辈对你留下好印象，甚至他也愿意倾囊相授，教一些你平常学不到的东西。这个凶就变成急了。所以急跟凶我常常讲就是说，其实70%可能是决定在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你如果可以用我刚才讲这个态度去面对吉凶的话，你就是懂易经的人。那你如果用趋吉避凶，我跟你讲，易经不讲趋吉避凶，除非大吉大凶，这会去趋吉避凶。一般中吉中凶，我们不用趋吉避凶这个角度。一般中吉中凶就是我们面对它，然后怎么样去好好处理它，去解决它。这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既让自己有成长，有这个收获，个人有成长有收获，其实也会增进别人对你的认识，也会增进别人对你的了解。我们好案子轮不到一个之前的人身上，就是一定是烂案子。而这烂案子我们把它做到还不错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翻身的机会。但是你接到烂案子的时候，你心里就是很阿杂。那我要怎么去先克服我第一道那个阿杂的情绪，然后去想到它？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易经第一卦跟第二卦，一个叫乾卦，一个叫坤卦。大家都知道乾坤。这个乾卦就是如果阴阳的话，我们讲阴跟阳乾卦就是阳气，坤卦它其实有带一点阴气。阳气就是积极主动这个改变，一种改变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什么是阴气？就是你一开始产生一个不好的情绪，然后你整个人、你整个思绪、你整个思考这件事情的角度，全部被这个情绪带着走，这个叫阴气。这个叫阴气。阴气就是你失去主动性，甚至阴气就是你失去自我管理的能力，你失去自由。那个自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你失去了自由，这是阴气。那你如果拥有这个自由，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知道我这个态度刚开始可以因为总是觉得自己倒霉，可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你就会转念，你就会开始恢复到正面积极的态度，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好好把它处理好，就是回到阳气。你可能前半小时还有一点阴气，慢慢就调回来了。这种就是有阳气的人。我跟大家讲，有阳气才能修行，阴气是没办法修行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易经是一本修行的书，就是我真正懂易经也是开始把易经当作修行的书，我才发觉我过去学20年的易经都没有真正学到东西。就是你真正把它当成一本修行的书，然后透过对易经的理解来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不要让自己被阴气带着走，而能够内在提起一股阳气，用这个阳气来面对问题，处理事情。这个是易经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所以我就说
没有错，人难免会有脾气，人难免会有情绪，但是就不要被那个东西带着走。你可以也许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之后，你要稍微慢慢转念了，要稍微慢慢转念，回到阳气的这个角度。